人逛了10年超市，从来都不用付钱，因为只要一捏手中的酱料就会消失不见。每次回来，他都会收获满满一堆战利品，可他却只会将它们倒进垃圾桶扔掉，因为他偷东西并不是家里没钱，而是在进行忍者的日常训练。不仅仅是良子，他全家都是隐藏在民间的忍者。自从上次忍界大战后，他们全家都隐退了。老公也一直劝他上屋顶的时候尽量爬楼梯，隐忍低调才是一个忍者该有的内涵。可良子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重出江湖，直到这天一只信鸽的到来，让他们意识到将有大事发生。这是忍者管理局的专用信鸽，只有在特别紧急的任务时才会被派遣。最近发生了一桩离奇命案，一艘游轮上的所有人一夜之间全部毙命，警方初步判定他们都是中毒身亡。据说死者毒发后抽搐了2个小时才死亡，这离奇的死状似乎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病毒。忍者管理局认为这件事可能和6年前的疯魔忍者有关，于是良子一家接到任务，由他去游轮的公司调查幸存者名单，而他的儿子晴天负责追踪案发现场的一名可疑记者。此时的公司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良子伪装成一名新来的保洁阿姨，在公司毫不起眼地干着杂活。他故意将咖啡倒在经理身上，趁着他去清洗衣服的空档，悄悄翻看起初是游轮的乘客名单。但奇怪的是，里面的纸早已经空空如也。打印室里有一个男人一直在粉碎资料，他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可疑。良子试探性地问他要不要喝咖啡，对方却一言不发，直接上前反锁了房门。看来粉碎的纸张里搞不好就有乘客名单。从这天起，良子就格外注意这个男人，看见他急急忙忙要去接电话的样子，良子紧随其后。虽然他跑进了一个隔音极好的房间，但良子通过解读他的唇语，窃听到了电话内容。良子将这个名字默默记在心中。等晚上下班后，良子准备回家，可男人却突然将他叫住。まだ残るからコーヒー濃いめ。ミルクと砂糖たっぷりね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一脸怨气的良子直接给他倒了满满1碗汤。可等回来送咖啡时，却看见一名杀手正在从背后死死地勒住男人。他连忙放低姿态，几个翻滚轻巧进入办公室，拿起桌上的小刀扔向开关切断电源。杀手还没反应过来，良子就已经蒙好了面，捡起糖果一招声东击西，让杀手的注意力都朝向了另一边。良子俯身上前准备偷袭，可此时老公突然来电，细微的震动引起了杀手的警觉。好在良子一招猴子踢逃，直击杀手命门。将杀手制服后，他上前查看男人的状况，可惜已经没了呼吸。结果杀手突然跳窗逃走。原来刚才他只是假装昏迷，忍者管理局派人前来清理了现场，因为他们的第一任务就是不能让忍者这个职业暴露在大众视野。他们查到那个名叫松浦的男人在一家旅行社工作，看来这个男人一定是关键人物。此时的儿子晴天也通过追踪记者得到了另外一条线索，他每天都悄悄用望远镜观察记者的生活起居，但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会回避，因为非礼勿视是作为一个忍者的忍道。夜晚，记者来到一家夜店门口，四处张望，确定没人后，戴上了一副面具。夜店里正在举行假面舞会，他找到了一个南瓜头，和他交谈了起来。南瓜头有着一个独家新闻，那天游轮案件的乘客并没有全部死亡，其中有1名幸存者，而这个幸存者就是罪魁祸首。晴天将这些话都听在耳朵里，可殊不知边上的一个小丑面具男也听到了一切。小丑淡定地坐到座位上，随手就干掉了边上的男人。就在南瓜头要说出幸存者的名字时，小丑上前一刀，直接送南瓜头上了路。他转头想要对记者下手，晴天立马出手阻止。两人在热闹的夜店里展开了无声的战斗，几番来回拉扯，技高一筹的晴天将他反手制服在了桌子上。然而善良的晴天狠不下心杀人，只是在他手上扎了一刀。记者想要拍他，却被一个烟灰缸直接打飞，一时间四目相对。记者总觉得这双眼睛有股莫名的熟悉感，趁着间隙，小丑挣脱束缚逃了出去。等晴天追出去时，对方已经被街角的汽车撞倒。晴天上前查看，死者手臂没有伤痕，说明不是刚才行凶之人。对方能在短时间内施展替身术，一定也是一名忍者。真正的小丑已经包扎了伤口，骑车逃走。等到了第二天，记者主动找上了晴天，原来他从昨天的眼神中认出了救下自己的人是他。由于他们都想知道游轮案件的真相，于是便相约来到南瓜头的家里寻找线索。来到门口，两人发现他们家的门竟然没锁，悄悄潜入其中。他们看见南瓜头家里的各种家具都有着一个奇怪的标志，记者将它记录了下来。走到里面时，听到房间传来动静，两人连忙躲进衣柜。原来是南瓜头的妻子正着急忙慌地收拾行李，她似乎想要逃离这个地方。然而女人刚走出门，就被一个大汉干倒，然后拖回了房间内。戴帽子的男人鬼鬼祟祟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直到发现冰箱里的一朵小黄花，便连忙将它装进了包里。
紧接着他拿出绳子，将女人吊在空中，伪装成上吊自缢的样子。这是忍者隐藏尸体的惯用手段。而从他手上的伤痕，晴天认出了这家伙就是昨天晚上的小丑。直到小丑离开，两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刚才画面已经全部被记者记录了下来。他们在网上查找资料，发现那个奇怪的标志是一个名叫天元会的会标，目前的成员有3万人，并且还在快速增长。他们跟随一群天元会的信徒来到了他们的大本营。据说今天晚上天元会的创始人也会来到这里。创始人名叫杨介，他仅仅只是说了几句话，就轻松地掌控了在场的所有人。笑いましょう。やめましょう。泣きましょう。看着周围人全都哭得稀里哗啦，晴天不由得汗毛直立。杨介走上舞台，说起了一些蛊惑人心的话。看着他这副能操控人心的样子，晴天觉得他的来历一定不简单，甚至让他想起了当年忍界大战时的那个男人。为了调查更多线索，两人继续伪装成信徒，在天元会的基地收集情报。这里的资深信徒会每天手牵手，在户外进行光合作用，而其中最幸运的2个人可以得到面见创始人杨介的机会。晴天惊讶地发现，天元会的高层竟然就是那行凶的小丑。他在现实社会中是一名警官，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他，却有着冷血无情的杀手身份。晴天给他发去匿名短信，威胁对方自己手上有他行凶的证据，如果不想要丢掉工作、丢掉家人，就乖乖听他们的话。晴天要求他在明天的天元会户外活动中选2个手上戴着红色手链的信徒，这2人正是晴天和记者。第二天，2人如约来到天元会，和众人进行了户外的光合作用。小丑也信守承诺，带他们见了创始人。废旧的仓库中摆放着一张桌子，杨介淡定地坐在其中，边上就摆放着那朵小黄花。还没等2人开口，杨介就感知到了他们2人的身份姓名。更神奇的是，他还能精准地说出记者小时候遭遇火灾的经历。ご両親を亡くされたんですね。どうして？たった1人助かって、まだ小さいのに。而在晴天的身上，杨介看到了他大哥在6年前惨死的景象，这是晴天内心最不能触及的伤痛。杨介让2人站起身，派手下递给晴天一把武士刀，想要成为他的贴身信徒，就要完成接下来的任务。彼女を解放し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。这种荒唐的事情怎么可能做？晴天转身就准备离开，杨介将他们叫住，命令手下又带上来了1个人。只见小丑被五花大绑抬了上来。杨介说这家伙已经杀了无数的人，如果是用武士刀斩向他，也同样可以过关。面对这样一个没有良心的杀人狂，晴天毫不犹豫地手起刀落，但最终只是解开了小丑的束缚。杨介看到后微微一笑，他将小黄花送给记者，让他们所有人离开，留下了晴天一人。杨介卸下伪装，告诉了晴天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就是疯魔的第19代首领疯魔小太郎。6年前忍界大战，代表正义的服部家族对抗疯魔家族，最终大获全胜，其中晴天的精妙身手功不可没。在对阵疯魔家族的首领时，晴天也是靠着体术成功将其制服。但由于动了恻隐之心，晴天放弃了杀人，只选择废掉了对方的一条手臂。结果就在大家庆祝胜利时，疯魔首领却来了个回马枪，杀死了晴天的大哥，导致他最终落海身亡。这段经历成为了晴天的梦魇，也更是让服部家族决定退出忍界，成为一个普通的家庭。如今疯魔首领再度出现，晴天决定现场就为自己的大哥报仇。结果杨介淡定地闭上眼睛。对方徒手接白刃，6年的修行已经和晴天拉开了无法逾越的差距。お前が俺を生んだ。晴天被这场战斗打得失去了信心，但好在母亲良子那边有了新的进展。忍者管理局派出大量人力，没日没夜地修复邮轮的公司那些被粉碎的文件。终于在不懈努力下，他们找到了那张被毁掉的乘客名单。仔细对照后，他们发现一个名叫松浦的男人正是那名幸存者，这和良子听到的名字一模一样。事不宜迟，忍者们即刻出动，直接将松浦五花大绑了回来。然而面对严刑逼供，他丝毫不慌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背后的靠山到底有多强。忍者管理局将他押送的途中，车子突然停了，车门被2名忍者打开，管理局局长毫无防备的就被快刀一击致命。原来松浦背后的组织正是疯魔家族。何を話した？何言って？俺は何も。情報はお前の命より重い。俺は何も喋ってない。本当だな。例の件は？在刀剑的威胁下，
松浦大喊着自己绝对没有把日式计划说出去，并且疯魔家族正在种植的黄花毒也没有被发现。听到这，两个疯魔忍者很是满意。可边上的局长忽然站起了身，两名忍者摘下面具，下面正是良子和她的老公。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为了套话而演出的一场好戏。这样一来，疯魔家族的计划逐渐显露，他们一直以来都在种植一种有毒的小黄花。6年来，他们伪装成天元会，以亲近自然的名义收纳了许多信徒，直到发展到了现在的3万人。而7天后的日食，他们将计划通过3万信徒将黄花毒传播出去，以此来造成一场轰动世界的事件。眼下必须阻止他们残害如此多无辜生命的行为。忍者之家开启了疯狂的魔鬼训练，就连8岁大的小儿子也加入其中。而就在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正狼狈不堪地从山上逃出，他头发凌乱，右脚残疾，倒在了夕阳之下。路过的好心人将他送到了医院。忍者之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这个男人就是他们6年前被杀死的大儿子阿月。原来他当年被疯魔捅了一刀后并没有死，而是被一脚踹进大海。游轮的螺旋桨带走了他的右腿，疯魔首领将他救回了岸上，但他们并没有下手杀他，而是将他变成了一个工具人，没日没夜地为疯魔家族种植小黄花。虽然每次工作前都会被蒙上眼睛，但阿月依稀记得那片花田在富士山的周围。看见他的归来，一家人都激动得不行。晴天的心结也终于就此解开，原来他并没有害死大哥。修剪头发后，阿月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。晴天想要和他道歉，是当年他的心软放走了杨介，才让大哥遭遇偷袭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然而阿月只是微微一笑。俺はお前を切れるよ。お前はそのままでいいのかもな。阿月凭借记忆画出了黄花田的位置，管理局派出良子夫妇前往烧毁花田。可在路上，良子不禁犯了嘀咕：儿子被疯魔抓去囚禁了6年，万一他要是被洗脑叛变了，这次两人的目的地很有可能将是一场陷阱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依旧决心赌一把。两人来到一片阴森的树林，闻着气息像是曾有疯魔家族的人驻扎在这里，但现在的他们好像都已经离开。再往前走，他们果然看到了那片黄花田，可惜的是所有的黄花全部都被摘走，两人还是晚了那么一步。突然良子想起刚才路上他们见到过一辆大货车，闭上眼睛用意念回顾，那辆车上很有可能就是装载了这些小黄花，这是最后的线索。他联系忍者管理局，让他们查找那辆车的车牌。他们很快拿到了车子的定位，于是便马上跟踪了上去。然而经过了1夜的跟随，他们发现车子一直在同样的一条路线不停地来回兜圈，这是忍者最惯用的一种防止跟踪的手法。此时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。果然司机在累了之后停下了车，站在路边休息。期間接到一个电话，良子连忙拿起望远镜。大丈夫です。尾行はついていません。3時ですね。時間通り必ず。时间不等人，司机马上就要前往真正的目的地，两人一脚油门就跟了上去。他最终停在了一个中转仓库，这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。为了一探究竟，老爸直接只身一人潜入了进去。虽然内部不停地有人来回走动，但他靠着敏捷的身手完美隐藏了行踪。等到了仓库尽头，没想到这里竟然内有乾坤，所有的黄花都被运送到了这里制成了毒粉，而生产基地的里面则是疯魔家族的真正基地。忍者之家集结，他们决定潜入疯魔基地，将所有药粉清除，阻断他们的日食计划。他们通过通风管进入仓库，来到配电室，一刀切断所有电源。发现有入侵者，疯魔派出了大量忍者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。家人们都在努力和对手纠缠，只有晴天成功打进了下降的电梯，消灭所有敌人后，成功进入了疯魔的基地。推开房间的大门，里面雾气弥漫。疯魔首领杨介果然正淡定地坐在中间，然而晴天惊讶地发现，对方的身体似乎施展了影分身，同时出现了3个一样的幻影。杨介拿起钩爪，转头要和晴天一决生死，然而他只是擦了下额头的汗，对方就消失在空气中无影无踪。俺を生んだお前を殺し、真の神となる。从空气中出现，再在烟雾中消失，神出鬼没的杨介仿佛无处不在，无论晴天怎么反击，都永远碰不到他一根毫毛。他傻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杨介淡定一刀带走了他半条命。晴天艰难地爬起身，可站在面前的杨介拔出刀后，就完全消失在了空气中。这是忍术的最高境界，从有我进化到无我，那么对付他也不能仅凭人类的双眼。晴天放弃用眼睛和耳朵去感知，而是用内心感受周围气场的波动。他用背部接住刀刃，反手擒住敌人，用力一指，成功切断了对方的右臂。没想到被切断手臂的杨介却仍然无比淡定，他走上前。私は神だ。奇怪，怎么接不上？私は神だ。
完了，还真接不上。这下杨介的心也凉了半截。没了手臂的他无论如何也不是晴天的对手，见武力比不过，他便开始尝试说服晴天加入疯魔家族，和他一起进行日食计划。因为日食计划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那就是阴险的杨介偷袭战术失败，还没等晴天动手，阿月就从背后直接干掉了他。兄弟两人齐心合力干掉了第19代的疯魔首领，日食计划也终于被忍者之家平息。本以为一切都要回归太平，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其实阿月早就已经叛变，他已经成为了疯魔家族的一员，代号乌鸦，是仅次于杨介的最高层管理。而之所以亲手送走杨介，是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成为第20代疯魔家族首领，忍者之家第1季就此完结。